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学博士白泽卓二所著的《1分钟脑活，让大脑年轻10岁》这本书。大家有没有人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忘记人名，或者刚想做的事情转眼就忘了呢？也许您会觉得不像年轻时那样轻松记起某些事情，经常会感到懊恼。面对这种健忘或者思维速度变慢的问题时，许多人往往认为这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或者每天太忙所导致的。然而实际上，健忘是大脑老化的一个信号，说明您的大脑受到了损伤，认知功能正在下降，这些都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如果您忽视这些信号，您的认知能力可能会进一步下降，甚至最终发展成认知症。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，预防认知症和大脑老化的关键在于每天的生活习惯，因此他写下了这本书，旨在传授简单易行、只需1分钟即可实施的脑活技巧。有人可能会怀疑到，1分钟肯定做不了什么，但请放心，根据全球的研究证据表明，即使只有1分钟的脑活练习，也能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大脑。通过将这些简单的习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可以有效地预防大脑老化和认知能力下降。作者建议大家从40岁起尽早开始这些1分钟的脑活练习，因为人类大脑的老化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了。实际上，在您意识到自己健忘之前，大脑的老化就已经悄然开始了。大脑老化最先影响的是成为工作记忆网络的大脑网络，这个网络在30岁时达到峰值，从40岁左右开始衰退。防止大脑老化的关键在于持续使用工作记忆网络。作者称，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加入简单的脑活习惯，通过长时间坚持这些简单的习惯，您可以让大脑年轻10岁，并保持健康的大脑功能。希望大家能尝试这些简单的脑活技巧，并从中受益。那么，在了解了这些前提后，让我开始介绍具体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立即实践的1分钟脑活技巧，从而让我们的大脑能快速年轻化。这5种脑活技巧包括：1. 使用非惯用手； 2. 感受心动； 3. 朗读书籍或报纸； 4. 进行1分钟的时尚打扮； 5. 写2天前的日记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详细介绍每一个技巧。首先是第一个脑活技巧，使用非惯用手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效果显著的方法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大部分人几乎做所有事情都是用惯用手完成的，比如刷牙、吃饭、拿筷子、写字、做饭、开门等等。如果在这些日常活动中，您能尝试一下使用非惯用手，就会对大脑产生很大的刺激。大脑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会被激活，因此在刷牙等日常活动中，使用非惯用手就是一种有效的脑活方法，这能为大脑提供足够的刺激。例如，惯用右手的人可以尝试用左手刷牙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1分钟脑活练习。可能有的人会怀疑，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对这些怀疑的人来说，更应该积极尝试一下。刚开始时，您可能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和不习惯，需要很大的意识控制才能完成任务，这能让您深刻体会到使用非惯用手的困难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如果总是使用惯用手，右撇子的人会偏向使用左脑，左撇子的人会偏向使用右脑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挑战，尝试使用非惯用手，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这些机会进行脑活，是保持大脑年轻的秘诀。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脑活练习册上，只需将这些简单的脑活技巧融入您的日常生活即可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脑活技巧，感受心动。最新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。研究表明，主观幸福感，即您是否觉得自己幸福，会影响您的寿命。关键在于您是否主观地感到幸福，即使别人认为您不幸福，或者您身处困境，只要您自己觉得幸福，那就足够了。无论实际情况如何，如果您感到快乐、幸福和愉快，这些积极的情绪能够显著减轻身心的压力。
降低患各种疾病的风险，最终有助于长寿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呢？答案是增加让您心动的时刻。心动时，人体会分泌多巴胺，这不仅会带来快感和幸福感，还能激发对事物的积极性。另外，根据研究表明，当面对心仪的异性时，人的体内会大量释放雌激素，这会刺激海马体的活动，从而激活大脑。心动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，不仅限于恋爱，任何让您感到心动的时刻都可以。例如，看到电视上帅气的男演员或漂亮的女演员，或者被漫画中的主人公所吸引，这些心动的时刻都会活跃我们的大脑。我们应该珍惜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心动。再比如，当散步时经过一家宠物店，看到许多可爱的小狗和小猫，心里感到非常愉快。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心动时刻非常重要，请不要忽视它们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心动的时刻，那么不妨回顾一下过去，听听曾经迷恋的偶像或歌手的歌曲，重新拾起一度放下的爱好或课程，重温一部有回忆的电影，这些都是感受心动的好方法。接下来是第3个脑活技巧，朗读书籍或报纸。朗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脑活方式。研究表明，朗读有助于防止认知功能下降，甚至可以帮助认知症患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我们阅读文章时，大脑的多个区域都会被激活，而朗读比默读更为有效，因为它能同时激活更多的大脑区域。当我们默读时，我们只使用了视觉区域，而朗读时，我们不仅使用了视觉区域，还动用了语言区域和听觉区域。因此，朗读是一种一举多得的脑活方式。当朗读时，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血清素的激素，有助于缓解压力。前额叶的活跃使我们更容易产生创意、整理思路，并且更好地控制情绪，从而减少易怒的情绪。朗读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脑活方式，只需1分钟即可完成。大家可以在每天的早餐后等固定时间进行。另外，朗读报纸还能激发您的求知欲，使您更关注社会的动态。因此，作者也推荐大家养成朗读报纸的习惯。接下来是第4个脑活技巧，进行1分钟的时尚打扮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外表吗？你有注意到自己的打扮吗？如果因为年龄大了就觉得外表不重要了，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不注重外表会让我们看起来越来越老。相反，稍微关注一下外表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有人说，外表看起来年轻、打扮得漂亮的人，大脑也会显得年轻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注重外表的人接受护理的风险会更低，更不容易患认知症。研究还发现，大脑的 MRI 图像的年轻程度与外表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保持对外表的关注，并且尝试着打扮，这对大脑的活跃是非常有益的。当我们打扮后，大脑会被激活，结果就是您会逐渐变得更加年轻。所以，无论您多大年纪，都应该享受打扮。如果您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做其他活动，请尽量精心打扮一下，考虑一下今天穿什么衣服，怎么打扮，也会促进大脑的活跃度。如果您不擅长打扮，或者之前从未尝试过，可以尝试一下改变思维，将关注转移到形象上面，比如注意保持整洁的服装、整洁的发型等。另外，早上起床后，换上整洁的衣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整天都穿着睡衣不出门，可能会打乱一天的节奏。早上起床后，换上整洁的衣服，然后出去散步，这样大脑就会准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天的开始，你会变得更有活力。要注意的是，即使只有小小的变化，大脑也会受到刺激而变得更活跃。比如换个发型，或者在以往的服装上增加一个配饰，都是可以轻松实现的小改变。大脑在面对变化时会被激活，而当大脑活跃起来时，您的外表也会年轻起来。
当您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觉得今天看起来年轻了一点，您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和兴奋。这种积极的心态会让您的心灵和大脑都保持年轻和活力。接下来是第5个脑活技巧，写2天前的日记。大家能否立即回忆起2天前晚饭吃了什么呢？虽然这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事情，但回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，比如吃了什么、穿了什么、去了哪里，将有助于加强我们记忆力。而写2天前的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它能够激活海马区，这是负责短期记忆的区域。随着大脑功能的衰退，我们的短期记忆也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养成写2天前日记的习惯可以帮助锻炼短期记忆。如果一开始写2天前的日记觉得有些困难，那么可以先降低一点难度，从回忆昨天晚饭开始。随着逐渐习惯，我们可以尝试回忆昨天穿的衣服，逐步增加记忆的难度。努力回忆的过程会使我们的大脑更加活跃。当我们逐渐习惯回忆的时候，可以挑战回忆2天前晚饭的事情，并记录在日记里。尽管回忆昨天的事情可能很容易，但回忆2天前的就稍微有些难度了。通过努力回忆，您的大脑会变得更加活跃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